使用 Voron 提供的 printer.cfg 档案进行修改后，在 Fluid 的界面上出现了一长排的警告提示，此多与 Moonraker 有关。本集会修正这部分的警告与进行初次的 printer.cfg 运作测试。嗨，欢迎来到 Slow， 我是 David。在开始修正警告之前，先来到 Fluid 官网查看需要建立在 printer.cfg 的设定，以便使用 Fluid。来到 Initial Setup 的地方，可以看到第一个 Virtual SD Card， 用来使 Clipper 使用虚拟的 SD 卡，改由直接将 G-Code 档案上传至 Fluid 中进行列印。然后是 Display Status， 用来正常显示资讯在 Fluid 界面中。接着启用 Clipper 中的 Pause、Resume 功能。最后是下方的剧集部分，分别有暂停 Pause、恢复列印 Resume 与取消列印 Cancel Print。将这部分的剧集复制贴上至原来 printer.cfg 的剧集 Marco 下方。第二部分 Moonraker 需要开启的档案是与 printer.cfg 位置相同的 moonraker.conf 档案。在这边看到的也是使用剧集进行分类。使用第三个 Data Store 剧集中，会需要输入 Temperature Store Size 与 G-Code Store Size。以目前下载到的档案中，可以在 Server 剧集中找到这两行。将这两行移至新建的 Data Store 中。其中一个警告在说明现在有部分的设定会分别独立至其他的剧集。刚刚的 Data Store 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就是档案路径的部分 File Manager 剧集，原来旧版的也都并在 Server 剧集中。这边将 Config Path 与 Log Path 也都移至新建的 File Manager 中。移动完成后，就会像 Moonraker 官方显示的这样，由原来一个 Server 剧集变成3个剧集。另外一个警告在说明没有 Policy Kit 的许可。这边参照 Moonraker 官网提供的解决方式，其中的第一个，安装 Policy Kit 许可。利用 PuTTY 连上 Raspberry Pi 后，输入说明列出的指令。完成后重新开启 Pi 与连上 Fluid 的界面，之前显示的警告就应该都会消失。如果 Policy Kit 许可还是没有消失，请参考 Moonraker 官网的解决方式，连结会列在下方。完成 Moonraker 的警告处理后，接下来就是机台的运作测试。回到 Fluid 界面的首页，可以看到一些视窗，从左上的开始为运动区块。这边要先测试机台的运动方向与极限开关 Build Touch 是否有正常运作，同时也会检测四角调频 Quad Gantry Level 的相关功能。可以先按界面上的 X 或 Y 的按钮，确认 XY 平面可以正常归零。方向错误有可能是当时的 Direction Pin 设置方向错误。不会移动就应该确认机构是否卡住、线路没有接好或是断路的情况。测试时同时注意当初设定的各轴范围是不是合理。这边实际运行后发现 X 方向可以延伸至280毫米与修正 Y 轴方向上的范围，所以在 printer.cfg 中修改最大位置范围。接着 Z 轴部分的归零，配合四角调频，由之前已经预写好的剧集 G32 进行执行。在右边的 Console 视窗输入 G32 执行归零与四角调频。这边可以同时观察实际机台的运动位置与预想的位置是不是一样。例如应该回到 XY 中央进行 Z 轴归零，又或是四角调频的点位是不是想要的位置。XY 中央归零的部分，在之前设定的 Save Z Home 的剧集当中进行修正。四角调频的点位则在 Quad Gantry Level 中的 Points 进行调整。下一视窗来到风扇 ，Fluid 有将之前设定过的风扇列出来，在这部分，弓箭冷却风扇、隔离舱风扇、热铜风扇等。
空间冷却风扇可以直接进行拉动调整，或是输入数值进行。热头风扇则是在温度大于50度时便会开始运转。这部分在等一下校正加热器 PID 时可以观察看看。隔离舱风扇因为还没有装上，所以目前也还是保留。接着来到右侧的温度监控视窗，已经可以看到目前2个热头与热床的温度。2个热头间的温差可能在于导线或是主板上的电阻值差异所造成。之前在设定 printer.cfg 文件时，有预留加热器的 PID 设定部分。在温度监控表下有 console 部分，依照 Clipper 文件的 G 扣指令，可以输入 PID calibrate heater 等于 extruder target 等于200来校正之前设定的计数机 extruder， 并以目标温度摄氏200度为基准进行。输入后，可以在监控温度的视窗看到第一个加热头开始加热，并反复加热与降温。目前测试因为没有将隔离舱的舱板装上，开放式的机台量测出来的 PID 值会跟最后有舱体的 PID 值不相同。经过多次反复加热降温后，会在 console 的地方回报校正出来的 PID 值。此时再回到 printer.cfg 档案中，修改对应热头 PID 值。在加热同时，可以观察热头风扇是否有正常运转。不管是 extruder 或是 extruder 1在进行加热，两边的风扇都应该会运转。这部分就完成了初步的设定，细节请参考下方连结的 Clipper 文件说明。本频道目前着重分享 FDM 3D 列印机相关知识推广与技术交流，有不同看法或疑问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觉得有帮助的话，可以按赞并将影片分享出去与订阅本频道，又或是透过下方 Patreon 连结支持。我们下次见。